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是成年期。成年期的看起来这个分类的东西也不多，内容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同样也有它的重点所在。就比如说它的这个认知的发展这一块，整个的都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主要是有我们要学3个理论在这里，然后还有认知老化的主要理论，包括毕生发展观，它其实也是对这个到了老的时候的到底是衰老还是继续发展的一个问题的解决。像我画出来的这几个都是比较重要的理论。OK， 那除此之外，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啊？我们虽然学习的时候，从18岁到他死亡都分到了成年期，而且感觉有点一概而论。那我们真的在生活里边，你一个18岁和一个80岁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差别很大啊！不要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就没人疼、没人爱、没人去分析了，没有人去具体的研究了。有，我们这块依然要分成3个阶段：成年、早、中、晚，也就是老年期，对不对？咱们的书上18、9到35岁成年早期啊，这样分的话，我跟你们还可以厚着脸皮在一个期。那中年期35岁到60岁，老年期它是从60岁开始啊，甚至随着时代的发展，你可以肉眼可见的，什么65岁才到老年，甚至有的社会很变态的说，我说70岁才到老年才让你退休，就感觉你随着时代的发展怎么样等不到退休了似的。因为时代在发展啊，就是你会看到家里的父母50岁、60岁，感觉他们依然很年富力强，是不是啊？不像传统意义的一个老年人、老态龙钟的感觉。那成年早期，18、9到35岁，这个里边跨度感觉也不小。它又分为青年中期和青年晚期。那么青年早期在哪里？青年早期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在上高中15、16岁到17、18岁啊，15、16岁、17、18岁那个年龄。那么成年中期到25，晚期到35啊。如果这样分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分到一起了，我们有年龄的代沟了。好，那第2次诞生就是形容的这个成年早期，谁形容的？斯普兰格，他形容的很巧妙，说是人生的第2次诞生。第1次诞生的东西你决定不了，但是你可以决定第2次诞生。对吧？这个时候你重新选择，我要考更好的学校的研究生，在学业上2次诞生。那甚至你要，比如说对原生家庭我不满意，我自己找自己的伴侣，建立自己认可的家庭，对吧？这也是第2次诞生。很多人把结婚比作2次投胎，这就是你重新建立你自己的核心家庭，这都叫做2次诞生。并且呢，霍尔将青春期形容为疾风怒涛。那到了成年期，整个的就会相对平静一些。那到了青年晚期，已经基本处在安定的状态，被社会毒打的已经非常的服服帖帖了哈，按在地上摩擦的已经服了。好，那这个时候他又叫做边缘人。啥叫边缘人？就是你这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死皮赖脸的赖在儿童的队伍里了。只要过了18岁，你就不要去过6·1儿童节了，然后家里的亲戚发红包也别手那么神实的就去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儿童了。但你说你这个是大人了吗？也不能，对吧？你现在不还在家安心理得的啃老吗？你的所有的经济的东西还是由父母去给你支付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还在合法延缓偿付期。那啥叫不合法了？你说我大学我读完之后我不工作，我读个研究生，对吧？你合法啃老。我研究生之后我再读个博士行不行？那其实博士、研究生也都有自己的收入了，那在一部分可以 cover 你自己的一些生活，对吧？尤其是到了博士，收入还是可以的，虽然没那么多。你说你再往后我还啃老，那就不合法了，是不是？一旦你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那你就不要去啃老了。所以说，珍惜你们现在的合法这个合法延缓偿付期，对吧？这个时候是你们的黄金时代，爸妈还可以让你合法的啃老，而且后面你会学你的智力整个的是处在比较黄金的水平。所以说，抓紧时间，抓住你的黄金时期，还不用负起那么多责任的时候，好好学习吧啊！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时期了。好，那中年期35到60岁啊，中年危机了，他要做一个过渡啊，不是说你一睁眼就到了老年期就衰老了，你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中年期的过渡。这个时候呢，
既是生理的成熟期，又是心理的比较稳定的时期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你的情绪一定要去比较稳定。创造力的最佳时期，更年期又被称为第二个青春期。更年期又会比较折腾一些啊，比如说一些生理激素是减退的啊，表现出来你的行为上就会比较烦躁，心态会比较的波动，那就类似于第二个青春期。那老年是60岁以后，主要的特点是认知活动不可避免的这个老化了，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会老化。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回到咱们的知识精讲的这个书上。首先，我们对老年成年的这种毕生发展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它是比较消极的，就是丧失了，你到老年你就是服服帖帖的老吧，对吧？就是丧失，就是衰老，所以这个理论是非常消极的，它随着年龄的变化只有老化和衰老，所以就是什么衰退，而且不可逆啊，而且呢，年龄是一个普遍的根据啊，你就比如说你70岁。80岁一定比70岁差，那90岁一定比80岁差，这个以年龄为根据进行不断的衰老的。但是我们现在还这样说嘛，不科学。你这样的话是有一个主观偏见对老年人，对吧？你会发现有些老年人他们毕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成功老龄化，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不说别人，就举我们心理学界的女神张厚灿老先生。他现在都90多岁了啊！前一段时间依然有他的那个讲那个在大会上发言的视频，说话铿锵有力，从容优雅，对吧？张厚灿真的是大家的心目中的女神，她的老化让你感觉到这个衰老一点都不可怕，岁月在她身上留下来的沉淀和这个沉积，让我们感觉到了智慧啊！这就是毕生发展观的，你到了老依然有发展。所以说，发展是跨越终身的，它是一个毕生的课题，就是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时期的特征和价值，不是说你到了老就没有价值了，就被社会所抛弃了，就等着死，对吧？它不存在哪个时期更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问题。咱们整个社会啊，就很多的把各种的资源丧心病狂的都倾注在儿童期那个时候了，0到18岁啊，就觉得无限可能。哪怕他这个智力非常差，家长也把他当做清华北大的高材生来培养，很舍得砸钱。那到了年纪大的，就是你会发现年纪大的人自己都自觉的不舍得自己花钱了啊，要这个觉得自己花钱就是浪费了，要给自己的子女后代多存点钱，有钱不舍得看病，不舍得为自己投资，是不是？那从毕生发展观的角度上看，这是非常消极的。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对吧？第二个，发展包含了舍和得，对吧？得和失啊，就是得失。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啊？就是每个年龄阶段你都会有应对一些丧失和一些获得。那我们每个阶段呢，都要去学习管理这些得失，对吧？用得来补偿失，以求获得更多的得，然后呢，尽可能少的失。那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人生发展阶段，你小的时候你成长获得了成熟，但是你丧失了童真，对吧？丧失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些勇气。但你年纪大的时候啊，你丧失的是一些生理的健康，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资源和财富，但是你获得的是内心的安宁，是你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的那种幸福，是你经营了一辈子的那种这个人际资源的积淀，是不是？所以每个阶段你得到了，你有得也有失啊。我们年轻人羡慕老年人有大把的时光可以在家里闲着，那么老年人还羡慕年轻人有这个大把的资源可以在社会上打拼，就是大家相互都有价值。好，第三个是生物和文化的相对影响，在生命权重中会变化。生物的是先天遗传的，对不对？它到了25、26岁是个高峰，你把你整个的身体的机能都会发展到最佳。那在老的时候就各种的衰退毛病就出来了。那么文化来补偿，啥叫文化？你后天的素养、修养、文化以及积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经验很多，你形成一个晶体的结晶，这样可以补偿你的生物学上的丧失。好，第四个，发展包含了资源的不断再分配。我们就像建立的一个游戏账户一样那你这个游戏开始打怪打攻略，那会
不同的时期给你不同的资源包。小的时候我们是助快速成长的，中年的时候助维持或者恢复的，到了老年有助于应对丧失的，对不对？有的应对丧失，老年人确实身体机能各个部分都衰退了。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实整体要比年轻人要更高。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懂得珍惜，而且生理上丧失了。我就主要是看什么社会人际，他非常看重人际，老年人很看重天伦之乐。他通过这种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的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维持内心的这种幸福感反而比年轻人要更幸福。这就是什么资源包不断的配置，让你当下活的是觉得比较满意的。好，发展是可修正的也就是它有可变性。对吧？不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就等着死吧，已经画上了盖棺定论的句号了，而不是这样。到年纪大的时候，依然显示出可塑性，只不过可塑性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大了，但是不是说没有。像摩西奶奶80岁学油画，90岁开画展，对吧？依然可以有自己的再创辉煌，再创青春。好，第6个，发展受到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叫做你要对一个人的发展要放在多重背景下去考虑。你不要把不同年代的人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去比较。比如说，你爸妈是他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那你呢，这个时候考上研了。趾高气扬的说，哎呀，咱们家呀，这我可以这个光耀门楣了，对吧？你看我已经超越你们的成就了你可省省吧，对不对？你爸妈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甚至价值都堪比现在的博士生，你才考个研究生，有什么好牛的呢？对吧？你要看到当前的文化的这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现在这个研究生扩招的已经不少了，价值逐渐的去缩水了。好，所以说这6条。巴尔特斯的毕生发展观，我建议同学们也当简答题把它记住，就记住我给大家画的这个黄字后面的稍微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黄字我们也有口诀，我先告诉你，对吧？省得你基础阶段学的没有信息就是2句话。毕生得失可修正，生化背景再分配就绝对不会落任何一条。毕生发展是贯穿终身的，得失每个阶段都有得也有失，可修正那个发展终身都是可以修正的，是具有可塑性的。生化生物和文化的影响在生命全程中是有变化的，小的时候生物，大的时候老的时候文化来弥补。那背景你要置于多背景下去考虑一个人的发展，再分配资源包不断的分配，小的时候助成长，中年的助维持恢复，老年的时候助应对丧失。OK， 完美，对不对？接着往下看。好，那到了成年期的发展任务成年期它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因为家庭社会都会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所以说哈维格斯特他把成年初期画了10项发展课题，把成年的中期画了7项发展课题一看那么多那么就恭喜你，不要因为多就觉得学得很麻烦。它又多，而且又不是特别理论性的东西，它绝对不会当做一个大题来出现了，让你去背它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非得背它的发展课题？它是研究中国人的吗？不一定是，样本不一定一样，对不对？所以而且年代也发生变化了，有可能有时代效应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呀？你要看一遍，不要不看。它既然作为一个理论，你也要看。你这个时候结合自身，你比如说这块我还没有完成，打个叉。这一块我已经有男女朋友了，我做准备了，我打个勾你自己给自己的人生任务去做一个检测一个 list 做一个检测。你结合完自己之后你比如说即便出一个多选题单选题，你可以再认出来就 OK， 对吧？成年中期中年人的要求是最多的，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要对社会负责任。那这个时候他说了一个比较怎么说有哲理的一句话为什么有中年危机呢它不仅是个体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社会向个体提出最多最大要求的时期，是不是中流砥柱又很有压力。中年人作为一个中年人是不敢倒下的，我现在都有这种感觉了，是不是？我现在就是生病都不敢轻易的去生病，我也倒下很多东西。虽然地球离了我依然转动，但是我自己的家庭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事业的东西离了我还是会有很大的麻烦的。就比如说陆克每天
连着路啊，你哪天就是倒下了之后，你会影响下面的规划的，很麻烦，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你感觉到了压力，在你无事一身轻松的时候，只是学习，一门心思的学习，那么就珍惜现在吧，好好的学，对吧？啊。好，那么我们看古尔德的，古尔德他其实对北美的人去进行的研究，那样本也不一样了，这种呢，所以也不会当做咱们中国人去考的大的心理发展的理论。但既然是个理论，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它，不要不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认为每个阶段呢，都要打破一种错误的假设，就是你之前啊，你定义的人生，随着你的成长的这个阅历的增加，你会发现你之前想的那样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不对？打破你的妄想，不带有这种妄想，然后看清生命的本质。好，首先16到22，这个时候你想想你自己在干嘛？你在高考，你在上大学，这个时候要脱离家庭了。有很多人啊，就是志在报志愿，我离开家越远越好。是不是离开家越远越好？因为我要独立，我不想再受父母的管控了。所以错误的假设是啥呀？之前错误的假设，我属于父母，并且认同他们的世界。就这个时候，我要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有矛盾，自主和依赖。你这个时候口口声声要独立，你有独立的资本吗？是不是？你的钱是来自于哪？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这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幻想，我既想有自己的一个房子，我单独住，我不跟爸妈同住，但这个房子我自己掏不起钱，让爸妈给我先买，给我先租，是不是？这就是你一方面又依赖于爸妈的出资啊，一方面又要盲目的追求自己的自主性啊。我告诉你，在没有经济大权之前啊，就不要在那儿了盲目的喊我要自由自主，自己去做决定，先要有自己自主的资本。好，阶段2，22到28岁，这个时候克服的假设，之前有一个虚假的妄想，就是我要像父母那样行事，坚毅忍耐，一定达到目标。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总是给你贯彻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你只要努力，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包括我们考研，肖老师也是这样跟你说的哈。但是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就是唯有最简单的逻辑的事情，其实还是处理学校的学习。当你越长大，生活中更多的琐事向你袭来，尤其你工作之后接触到真实的世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努力光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会接纳一些你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变得不再那么理想化了，是不是？不再那么理想化，因为有的事情不是说你光靠努力能够成功的，它跟我们的学习还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接受社会毒打之前，你现在还可以抱有这种假设，实践这种假设，还是比较幸福的啊。好，这个时候要发展独立性，你要一个人，你会发现，就是你越长越大，就是你不再是像那个小孩了，连父母也有的时候也靠不住了，对吧？你得让父母靠得住你。有的时候会给家里报喜不报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建立自己可行的一种行为，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和家庭做准备。好，28到34岁，克服的假设是啥？生活是简单可控的，我的内心没有冲突和矛盾。这个时候你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很多的冲突和矛盾。你年少时的理想实现了吗？没有，你现在活成了你最讨厌的那个中年人啊，甚至有的人越来越油腻了，对吧？跟你的理想大相径庭，你内心会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这个时候是离婚和换工作的一个高发时期，因为你感觉你各方面跟你想的都不一样啊，是一个高发时期。这个时候你要重塑自己对生活的信念。那接着往下，34到45岁，这个正好是一个中年期。中年危机是什么？克服的假设，邪恶和死亡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对死亡，中年人你会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战友悄无声息的倒下了，对吧？你要直面死亡了。曾经有一个人比喻的特别好，他把父母比喻成阻隔你直面死亡的一面高墙。当父母没了的话，这个高墙就没了。你要直面死亡，你感受到身体机能的衰退，甚至有些人已经产生一些疾病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生命是有限的。那个死亡离你很远的这个东西已经慢慢的向你袭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会经历一些很强的
这个危机。那你如果克服这个危机啊，埃里克森也告诉你了，繁衍啊，对吧？把你的东西传承下去，哪怕你没了，你的一些东西还是存在的。好，45岁之后克服的错误的假设是，个人内心的自我指导占据优势，我赢得了我自己。那你比如说，那中二时期啊，这个。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我自己啊！我能战胜我自己，我就可以称霸世界，别人都不算我的对手。到了你年纪大的时候，说没有那么简单，对吧？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整合你的人生，你的人生里面除了你有很多的东西，整合你的人生，建立一个能让你感觉到安宁、老年持重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你认同的方式。OK， 这就是他感觉很有哲理啊！你不仔细去想，感觉有些假设你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咱们结合书上的一些进一步的解释，你能够感觉理解就可以了哈，理解就行了。因为他毕竟不是研究中国人的，而且时代也在变化，但是你要去理解一遍。好，莱文森这个理论，其实你就记住我给你写的这句话就行了。它具体的哪个是转折，哪个是过渡，你就不用专门的去细抠它。莱文森认为成人的发展是由一系列交替出现的稳定和转折期构成。他提出来成年期的5个过渡期，对吧？你要记住这个一系列交替出现的稳定期和转折期。我们的生命就是起起伏伏，你平静一段时间之后，为下一段蓄力，下一段折腾够了之后，你又平静下来，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走，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人生好的一点是在什么？它会给你充足的准备时期。你不会一睁眼睛就衰老了，对吧？你也不会一睁眼睛就长大了，它会给你足够的心理准备。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觉得成长非常的漫长，怎么还长不大？一听有些人30岁了就感觉是个老阿姨，是个大叔一样。当你长到了30岁，你发现，生命美好才刚刚开始啊！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年龄。我感觉我比以前要更独立、更坚强、更自信、更有成就感，是不是？但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下如果到了30岁，你是接受不了的。哪怕小的时候，哪怕不是说小的时候，你20岁的时候，我说让你到30岁，你就觉得好可怕呀！我可不想变成阿姨，变成那个大叔。但是呢，你放心，他会给你前后几年，28到33，前后5年，让你慢慢的接受30岁30打头的年龄来了。大家记得这个？福润子有没有看过？就是6人行，它里面就有一集专门的把每个角色的30岁的生日进行了一个剪辑放在一起，大家30岁经历了就生日做了一次回顾，人生做了一次小的总结。所以30岁它是一种仪式性的东西，让你感觉你要马上往中年发展了慢慢的去接受它，而不是一睁开眼睛我30了，妈呀，吓死了，是不是？还有老年，对吧？你比如说这个50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坎儿，你觉得到50岁了，你就马上要到老年了，他也是前后5年的给你做这个准备。没有人说我非常拒绝、抗拒我的年龄的，每个人活到自己的年龄的时候，都非常的接纳自己，而且是认可自己的没有说我因为我到了这个年龄我不活了，我自杀了，那是中二病才说出来的。所以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会慢慢的为你的人生的发展做好心理准备。好，那到了认知的发展，我说了这块比较重要。认知发展有卡特尔、巴尔特斯再加沙伊，这3个人都比较重要，但是他们的理论并不是特别难。你像卡特尔那么多，说了液体，说了晶体，咱们联系普心就行了。普心的能力那一块不是已经背过了吗？那到这块我们做复习就行了。液体是啥？液体它就像流水一样，随着年龄哗哗哗哗的流走了，是吧？永远不能再复返了。那么它就是神经系统的成熟。神经系统越成熟，这个能力越强。神经系统随着你老年开始老化，它就降低，是不是？它是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过程中表现的能力，其实就是啥？一般的认知能力。我们用 IQ， 比如说这个斯坦福比内量表、韦氏量表测到的结果就是流体能力认知、类比、归纳、演绎，对吧？这种非常认知的题目，它就叫做流体能力。那一般20岁以后呢，达到高峰就大概在这个什么25岁左右。那到30岁就开始下降了。OK， 我们这个时候
马上达到高峰了，人生的黄金时期。那么晶体能力呢，是你后天生下来之后积累的文化知识经验，对不对？它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社会文化，比如说词汇啊，你现在词汇量有多大，语言理解常识等能力。哎，那晶体能力在一生中都在发展，25岁发展就会比较平缓了。前面是加速度，速率非常高，那后面呢，它没有下降，也在慢慢的增加，但是它的增加的速率非常缓慢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是不是你的高峰时期啊？你的液体能力达到最好，还没开始衰老，你的晶体能力的加速度也达到最高了。是不是？那是不是你的人生的黄金时期？赶紧抓住人生最后的黄金时期学习吧，也没有中年人那么多的压力和责任，你的认知能力又是最棒的时候啊！最后的黄金时期，好好抓住它。OK， 那所以年轻人呢，体现在液体能力强，而老年人呢，晶体能力强啊，就是我们各有侧重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巴尔特斯。巴尔特斯，你学了卡特尔，记住卡特尔。巴尔特斯还有专门记吗？不用，他没有自己新的东西。基础过程对应的是液体能力，应用过程对应的就是晶体能力，对不对？你看一下是不是液体能力？那这个同样的，它这个认知机械成分就是他说的基础过程，你可以直接标上。它有的书上叫的不一样，那认知实用成分就是它的应用过程。这中年人他不管对错，只管利弊。那如果为我所用的话，他就会一直升高。如果你前面书本上学了好多东西，我日常生活中用不到啊，不好意思，我都忘了，把它还回去了，是不是？好，这就是基础和应用过程。同样，他说老年人呢，其实就是应用过程达到一个很好的登峰造极的水平，液体智力下降，晶体智力做补偿。智慧是啥？智慧是对于现实丰富经验的一种整合，所以在家啊叫做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叫姜还是老的辣，老马识途。他说的都是它的应用过程，说的都是它的晶体能力。好，这一块直接对应上卡特尔就可以了。那么沙伊sorry， 还落了一个人，这个佩里。因为佩里的理论没有他们几个那么重要啊，就把这个新皮亚杰给落了。后面我们再学这个沙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佩里。佩里他是新皮亚杰主义，皮亚杰他的认知，他认为最高峰是什么？形式运算阶段。哎，形式运算阶段，我到了形式逻辑思维我就停了啊。其实形式逻辑思维它就是一个二元的，非此即彼的，我能推出来正确答案。这块就停了，是不是？这是二元水平，还比较表浅啊。大学生，哎，这一块它只是形式逻辑思维，它要继续往下发展，叫做相对论，有点辩证了，对不对？注意到多元性复杂化了，是不是？注意到大家的不同了。那约定水平是什么？你光注意到不同，我还能够有自己的原则啊，既能坚持约定俗成，也有自己的原则和个性。这是更高水平的，我们可以叫做习俗和后习俗，对不对？哎，这是这个新皮亚杰主义，认为皮亚杰说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形式运算思维，不是，还有这个辩证逻辑思维，还有相对，还有一个约定。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沙伊智力适应理论，这曾经考过不止一次的选择题，这个我建议同学们把它当做大题记下来。为什么？沙伊是发心里边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我们实验室经常读他的文献，他的英文叫做沙伊。哎，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叫做西雅图追踪研究，就是做的一个聚合交叉研究，做了50多年，有很多被试都被他追死了。是不是？而且他得到的理论是特别的受这个公众世界认可的，所以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人家现在还在做这个研究，哎，他的这个理论又比较简单，我们完全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把它记住：获取、实现、责任、行政、整合这5个阶段。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在这个时期要干嘛？获取阶段，儿童青少年，你就学习呀，对吧？你就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技能，这是获取阶段。那实现阶段，青年期，哎，你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这个时候要实现我的人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啊，
这个青年时期你的理想实现了吗？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我想现在考更好的学校，或者我出来之后我想成为一个发行学者，这个时候你要往这个人生理想的实现上去奋斗，将你前面所学的东西应用到你的实际工作中去。那责任阶段就是中年，35到60岁的这个时候，它是社会的中间的力量，社会责任重大，上有老下有小。除此之外，除了负责任之外呢，他有些人比较优秀就可以当领导。就比如说优秀如雷军、马化腾，本来是干技术出身的技术男，但是技术实在太优秀了自己创业当老板对吧？那个佩奇小猪身上纹从此不再是打工人，自己当老板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承担领导的责任他不是说所有人发展都有这个行政阶段，不是有些这个技术男，有些这个程序员就一辈子是程序员，就取决于各个方面，有你的能力，有时运，对吧？很多的东西说不清的好，那整合阶段到了老年，你要整合什么？整合你这一生的这些经历，转向内向世界内心的世界，整合一生的经验，形成智慧的结晶。对不对？这完全是符合我们的常识性的你可以这个表里头简单看：儿童青少年获取，成年早期实现自己的理想，中年期这个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如果干得好到行政当领导，如果最后呢到了老年期，我进行一个内心的整合 ，OK 搞定，对吧？智力适应理论，我们的智力在每个年龄阶段，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所以我的智力的表现的类型就不同。好，那接着往下，认知老化主要理论，这里边分3个大的理论。第一个认知加工资源理论又分为3个小的理论它是一个3+3的。这一块我建议同学们做成一个框架，表格也可以我讲完你自己做框架，包括前面的主要的3个认知的理论，卡特尔巴尔特斯呢你可以把佩里加上然后也可以不加再把沙伊他们作为老年中年期的这个成年期的认知这一个知识点放在一张这个 A4 纸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加工资源理论，它怎么解释？你到老了，你的认知能力就是流体能力，它确实降低了呢？他认为呢，主要归功于加工资源少了你的加工资源这一块总额就少了，你当然用的时候就用的比较紧张。它又分为加工速度理论，还有这个工作记忆理论，还有意志能力理论那我们来看加工速度，他认为就是因为你的加工速度慢了，所以是老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它的加工速度又表现在4个过程：编码慢了，对吧？编码就是识别这个信息，你识别这个信息都慢了，你后面你怎么去理解它，对吧？因为对它的编码慢了，前期过程慢了，所以影响后面的深层加工。你还没识别，你怎么进行一个意义性的加工？早期的慢了，影响了晚期，是吧？影响了后期的深度加工。那包括你的信息提取的时间也长了，你明明把它好不容易记住了，下次见到一个人，这个是小谁？我昨天我还叫他的名字呢。提取的时间长了，小了半天才小出来那个小谁。那建立新旧关系关联的速度减慢，造成理解困难，对吧？你好不容易识别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把旧的信息拿出来，给它进行一个连接，一连接，这叫意义学习，我就懂了，对吧？但是这个连接的速度也慢了，你看慢的是方方面面，编码慢，提取慢，关联慢，以及后面的深层的加工也慢。是吧？整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运转的老化了。好就比如说这个地铁老人看手机这个表情包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老年人这啥呀看不懂这年轻人怎么这么多的花样看不懂了。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工作记忆理论。工作记忆理论这个时候你要联系护心，工作记忆分成几个部分，4个部分，是不是有视空间模板。加工这个视空间信息的情景缓冲器，从这个工作记忆到常识记忆进行交流的语音回路进行这个语音加工的，再包括一个非常核心的中枢执行系统，中枢执行系统类似于电脑的 CPU， 它监控整个系统，并且起到我把这个各种资源分配到不同的板块上去，它就像一个领导一样。OK， 那么工作记忆理论就认为，那就工作记忆这一块它整体的功能下降了。
那么它下降的最显著的一个地方就是哪里啊 ？CPU 就指导你的总部啊，让你的这个领导这个擒贼先擒王，这个中枢执行系统就垮掉了啊，所以说你整个的加工啊就变得不行了。好，那抑制功能。抑制功能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有效的加工，就像你现在为了好好的学习，你必须克服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干扰，你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这个听课上，是不是？那么老年人就不行了，你告诉他你要看这个字，要忽略它的背景的字，但是老年人抑制不住他自己啊。比如说一个眼动研究发现，就告诉他，跟老年人和年轻人说，你看前面的字，要忽略后面的背景的字。但眼动会发现，老年人他总是忍不住的去瞟后面的这个背景字啊，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怎么样还去有效的加工啊？老被干扰了，是不是？稍有一些干扰，他就没有办法注意集中精力了啊，这叫抑制功能理论。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还有2个大的，一个是感觉功能，一个是知性功能。这个很好去理解，感觉功能。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这个老眼昏花了啊，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你让他做认知的研究、认知的任务的时候，你给我的任务我都没听清楚是啥，你给我的材料我都没看清楚是啥，我怎么样跟你年轻人 PK 啊？是吧？让我做一个卷子，哎，我拿着这个老花镜还没看明白呢，你都把题这写完。交卷子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因为感觉功能出了问题啊。那执行功能减退假说，这个执行功能减退，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抑制功能降低，就是执行功能减退的其中的一个分支。执行功能，哎，它是一个大的系统，在哪里？在额叶，哎，就是又是卢利亚的3个机能系统，额叶是监控你的行为的，对不对？这一块出了问题，所以它整个的执行功能，我该怎么样集中精力，我该怎么样抑制干扰，哎，我该怎么样分配资源，它都出问题了啊！你会发现，这所有的理论里边都共同的核心，就是老年人就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它衰老了。额叶，对吧？我们说额叶，它好不容易青少年的晚期才成熟起来，才有一些自控能力。结果呢，它发展的晚，结果一到年纪大的时候，它立马又很敏感的衰退了啊！它的这个就像昙花一现一样，成熟的晚又衰退的早啊！所以珍惜你的这个高度发达的额叶吧，是吧？那它老化了之后，就很多的执行控制能力就降低了。啊，除此之外，比如说一些研究发现，老年人为什么那么盲目的相信别人？他区分不了真假信息，很容易上当，也是因为额叶的原因啊。额叶比较高级。那后面的人格的发展啊，自我的发展，埃里克森你这一块简单看一下就行了。你还连续他的人格发展8阶段，如果有什么出入的地方，这一块还是以他的8阶段为主。还有一点我强调啊，虽然他认为青少年期是自我同一性发展的一个主要时期、关键时期，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解决了这么难的一个问题。他到了这个你的大学啊，你的研究生，甚至是你刚成家立业的时候，自我同一性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它之所以放在青少年的那个阶段，是因为它刚开始面对，非常的明显，非常的突兀。好，那到了荣格他把人格分成内倾外倾，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向和外向，就是从荣格这里来的。他说人的前半生呢，资源是外倾的，我们在外部世界找到自己的认同点和快乐。那到了中年往后呢，就开始内倾性了。我的很多的能量要往内流了，我自己喜欢独处，我喜欢安静，我喜欢思考自我，是不是？从自我身上得到能量。好，那拉文格他认为呢，自我是人格的核心，他呢又把自我这个发展分成了8个阶段。还有同学说又来了啊，这个埃里克森8个阶段好不容易记住，拉文格也出来啊，给我这么不省心。还好拉文格他没有埃里克森那么重要啊。我们看一下前社会阶段，前呢就是还没有社会关系，自己和别人不分。共生阶段，我前面说过，婴儿刚开始的小婴儿。这个物我不分啊，就是和父母共生，和自己的物体共生，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就共生。那冲动阶段你会发现哦，有边界啊，对吧？你比如说你打别人，别人会很生气的回打回来，你会发现哦，这个里边呢
我和别人并不是一体的，大家是独立的。这个时候有助于你证实独立的自我同一性啊，跟别人不是共生的。自我保护，这个时候就干嘛？避免惩罚啊！你可以和科尔伯格的去做一下连接。那么从5到8，这个是成人的发展的4个水平。到了成年期，尊奉者、公正、自主和整合。尊奉者呢，他其实还是一个外控的，一个他律的，对吧？完全服从社会规则，那其实就类似于这个维护法律、维护社会权威的那个阶段。他如果说违反了规则，我就很内疚，而且有强烈的归属感，就是你归属到哪个集体，那你就是非常忠心，捍卫它的规则，绝对不会去轻易的打破它。公众水平就是良心水平，对吧？然后外在的规则已经内化了，形成自我评价标准、自我反省，这很像那个这个自我良心定向的啊。这块呢，它还没有停，就到了这个自我良心之后，又出来2个阶段：自主和整合。啥叫自主？就是你要遵守自己的良心，哎，这个是完全内化了。但是同时呢，到了自主水平，你能够表现出来对各种矛盾的宽容性，你这个时候不会再那么愤世嫉俗、愤青了。这个时候你能够知道啊，大家的就是成长经历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带着自己的观点啊，大家去碰撞，就是会有高度的容忍性。不是有句话这样说的吗？你不要轻易去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价值观和观点。那你看到不同的和你哪怕非常不相容的价值观，你依然能够感觉到有容忍性，对吧？人就是和而不同的。好，那整合，前面你光看到了不同，能够容忍，那么整合更厉害了，我还能调节矛盾。有些人就是活的，就是人情世故特别的通透啊，特别的通透，特别拎得清的那种人，就是 EQ 水平特别高的，他会和完全不同的人相处的特别好啊。在我心目中有一个女星，就是王菲，她的整合水平就很高啊，整合水平很高，她可以和各路看起来就是非常对立的人啊，都和谐相处的很好，就是他的这种处理矛盾的能力是很强的啊。好，那接着往下看，那人格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啊，这块大家自己看啊，就是你得辩证的看。我们说到了成年期到老年期，看起来就比较稳定了，老年持重了，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又不能否定它其实还是有可塑性的，虽然它比较小啊，但是它还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稳定性和可变性，辩证的啊。好，那临终心理，每次呢，我们都用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作为作为我们整个课程的结束，学到临终，学到你死，我们的课就结束了。临终心理啊，就是库布勒把它分成5个阶段，就是你突然面临着要死亡的消息，可以分为5个阶段，大家一理解就很好去记住它。否认、愤怒、祈求、抑郁、接纳。突然一个消息来了，绝症，没得治，否认，不相信啊，不可能，搞错了吧啊，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愤怒，这个时候否认不了了，就是你不是别人，你这个时候啊会非常的愤怒，为什么是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对不对？这完全不公平啊！这个尤其是会和一些那些做了一辈子孽，但是活得还挺好的人去对比，越想越生气啊。那祈求阶段呢，这个时候愤怒这个情绪爆发完了之后，就开始祈求了啊，讨价还价跟上天啊，求求你让我活到孩子毕业啊就好了，让我活到我看到孩子成家立业，看到后辈出生，对吧？这就是祈求阶段，能尽可能的往下走一走。那抑郁阶段会发现没啥用啊。你跟谁讨价还价呢？没有人理你。这个死亡是必须面对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发现做什么没有用，就陷入到比较重度的抑郁中。有的就我们经常安慰一个人说，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嘛。到这个阶段，干什么吃什么都不香，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那接纳阶段呢？你想明白了，突然顿悟了，对吧？能够从容的面对一切，然后交代后事，觉得这一生嘛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那这个时候就从容的接纳了。OK， 这是临终的5个阶段，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否认愤怒、祈求、抑郁和接纳，并不是说所有人有机会都经历完整的5个阶段。有的人在愤怒期就已经 over 了，对吧？那有的人又比较超脱，还没怎么经历前面呢，就可以接纳啊，从容，非常从容，对人生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是不是？所以它有不同的时期。那除此之外，除了临终，我们这个也叫做哀悼的5个阶段。就比如说，你经历了一些不一定说自己的死亡，亲人的亡故，甚至是你重要的东西的丧失，你都会经历这5个阶段，对吧？都会经历这5个阶段。比如说你特别亲密的一个人离开你了，你也会这样，啊。就所以说，咨询者来了之后，就是咨询师来了，就是来访者来了之后，如果他正在经历哀伤的阶段，你不要强制他啊，上来就说你赶紧接纳吧，这个你再想这些都没有用啦，对吧？你赶紧好好的好起来，振作起来。这种的是特别苍白无力的，你要有耐心的陪着来访者，要完整的经历哀伤的5个阶段，他慢慢自己会走出来。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我们说，只要你认真的活着，认真的爱着，你就不可能对生离死别、生老这个离别这种东西表现的特别的超脱啊！只要你很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人生都是在痛彻心扉中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需要你好好珍惜的。所以说，当你有值得珍惜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好，那我们学到临终心理这个整个的，我们书上的所有内容都讲完了。那这一块呢，框架啊，作业。我该布置的也布置了啊，有很多东西是靠你自己自觉的，对不对？我的外部的监督机制还有直接的强化是有限的，大家一定要调动自己啊，都是成年人，自觉的、自律的意识，是不是？然后给自己一个强有力的学习的内部动机。OK 啊，那最后我再给大家一个发心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这个成长特别漫长，恨不得一夜长大啊。然后小的时候也会觉得啊，这个30多岁已经是很老的一个年龄了，甚至有一些中二的人认为呢，我要活到人生最美的时候，我就戛然终止，我活到20几岁，我就不再往下活了，对吧？那其实是你的少年意气的。当你长大之后，你会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你很想好好珍惜，但是很多东西都唰唰的往后流了。并且你真的活到了你的20岁、30岁，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的美好才刚刚开始，一切太精彩了。只要活着，就有无数的美好值得你为它奋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提前的给自己的人生设置界限。你觉得你日常恐婚，觉得我不会找亲密关系，日常讨厌小孩子啊，我自己还是个小孩子，我最讨厌熊孩子，这都是你提前给你的人生设置了一个一个的界限。当你慢慢的往前走啊，你会发现走到前面，每个时代都是属于你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像以前我也是，日常我觉得我这么独立的一个为事业打拼的女性，我一个风一样的女子，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小屁孩有所牵绊，对不对？但是当你真正的有了小 baby 之后，你会随着他一起重新认识生命，你会发现你对他的付出其实就是爱你自己的一种延续罢了啊。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会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并且甘之如饴，你的生活找到了很多更多的定义，更多的意义，并且当你看到张厚灿老先生这样从容优雅的老去的时候，你也不用害怕衰老，对不对？到时候到每个年龄阶段，你都会接纳你这个阶段的特点，而且用你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自己的黄金时代。所以我也祝福同学们在每个时代都活出自己的精彩。好的，那最后祝同学们能够今年经过1年的努力，咱们成功上岸，未来和肖老师在心理学的江湖上再见，一定会再见，会在各种课堂上再次我们一起来讲课。OK， 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